男人被按在地上，姐姐就在不远处遭人玷污。土财主系好裤腰带，领着手下扬长而去。男人受到刺激，一头栽到柴火堆中，自此便整日抽搐，好似疯癫一般。姐姐带他找到高僧，高僧见多识广，他知道男人是厌恶自己没用，便让男人出家当个跳墙和尚，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个纸人上，纸人留在庙里替他出家，从此世上就没有他了。高僧搬来梯子，姐姐默默告诫男人，跳墙出去后见到的第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名字，你就用那个名字在世为人。男人失魂落魄地走到深夜，一声柳白猿的高呼，连带着2声枪响，让他停下了脚步。双腿中枪的老人躺在地上，男人讲起自己的新名字柳白猿，却被老人一根树枝打翻。柳白猿是我的名字，以后他爷儿俩就用这一个名字了。男人从此改名柳白猿，背着老头走了，只留下姐姐枯坐在寺庙等待。在武林之中，柳白猿是一个名字，更是一个代号。当时的练武之人想要出头，只有2条路：开武馆或者当军阀。武馆林立，就会纷争不断，柳白猿便是制止矛盾的公证人。男人柳白猿再次现身，已是剑法大成，4剑连出，落在屋檐，每个剑师劲力相同，形成一个方形，这是柳白猿的标志，代表着公平公正。两边还在争吵的武馆众人现场敬茶言和。柳白猿重出江湖的消息传来，军阀阿成带人找上门来。上一代柳白猿威风了7年，不知道如今这个能坚持几年。他派手下试探柳白猿，想要将其收为己用。第一关是华乐八子，2条板凳相对而坐，双方没有距离，无法躲闪，只能拼腰脊发力，调旁换进。柳白猿轻松获胜。他出了酒馆，外面是第2关伸手比试。柳白猿掏出细剑，虽然没有那么华丽，但处处暗藏杀机，细剑很快便尽数脱手。柳白猿却抓住机会，以帽子将车夫甩晕。阿成的试探并未结束，离去的柳白猿继续喝酒，他还是忘不掉姐姐凄惨的身影，最终晕倒在地。再次醒来时，身上竟躺着个大美女。柳白猿明白这是个骗局，女人阿东就是第3关试探。阿东想让柳白猿帮忙杀个人，柳白猿并未答应，他用了这个名字就要主持公正。阿东转身正要离去，手腕却被柳白猿以红绳缠住。确定2人昨晚没发生关系后，柳白猿表示他不接受交易，但是可以帮忙。阿东的父亲是最早的一批同盟会成员，死于一场军阀内讧。凶手老杨如今当了狱工，每周出2次门，到小学去教音乐课。阿东为柳白猿买下一间水果铺，就在老杨家的门口。柳白猿水果摊正式开业，老杨的保镖看见新面孔，当即便进来要了个梨。他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闻味儿。柳白猿坐在屋里未动，他知道保镖闻味儿是在练呼吸，就连出门的那一摔都是在刻意隐藏。望着自己的左脚，柳白猿想起了师傅的教导，那时的他已经百发百中，师傅却告诉他已经输了。一个剑士永远会以左脚对着目标，你的左脚必害了他。柳白猿骤然回过神来，视线中出现了一位风尘女子。女人拿走一颗苹果，竟是让他久久不能平静。下午，老杨下课回家，柳白猿举起弓箭，女子突然推门扔进来2枚大洋，他错失了最佳的暗杀时机，索性追着女子出门。一个苹果要不了2块大洋，女子并未搭理，保镖却在此时开口要了1箱苹果请客用。柳白猿出来后，保镖望着女子的背影看个不停，真是个风骚娘们儿。女人名叫阿花，附近戏院的头牌，迟早的姨太太。保镖哼着戏，随手拍打了一下水果箱，待到保镖进院，柳白猿的双手因为刚才那一巴掌还在止不住的颤抖。阿花突然出现，还未回过神的柳白猿当场将其摔晕。打发走阿花后，柳白猿找到阿东，他觉得自己不是保镖的对手，想要放弃任务，毕竟是帮忙嘛，可帮可不帮。2人打了一架，阿东不是对手，满脸伤心的走了。柳白猿也不好受，眼被红绳勒出红印儿，
一滴泪珠掉了下来，他放弃了任务，气势也就丢了。武馆再次产生纠纷，柳白猿站在门口拉弓，却没有信心射出四方箭，索性便冲进武馆，用最下乘的武斗将闹别扭的双方全都打了一遍。柳白猿再次找到阿东，两人在旅馆又打了一架。柳白猿的细剑对上双刺，阿东数次进攻都被柳白猿轻松挡下，最终被一个板凳压在床上。主持公道，凭的是气势。一个人在气势上压住了我，不打败他，我就做不回柳白猿了。柳白猿决定为了自己再出手一次，他回到水果店，正准备全力出手，另一边的阿花突然出现，他失魂落魄，好似遭人抛弃。他钻进水果店，柳白猿再次失去暗杀机会。阿花吃着削好的梨，情绪却渐渐激动起来。他一把抱住柳白猿，想要跟其远走天涯。柳白猿心动了，他给了阿花一根金条，然后找到阿东，这任务不做了，他要退出江湖度蜜月了。哪知回去后却发现等待他的却是保镖，两人坐在桌子前剑拔弩张，柳白猿却突然笑了起来。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，没想到是他。阿花10年前就跟了保镖，跟柳白猿的一切都是逢场作戏。保镖武功大成，想要出人头地，便选择辅佐老杨上位。柳白猿表示自己可以放弃杀老杨，但是骗他的阿花一定要死。保镖当即答应，女人哪有权力重要？柳白猿飞刀递出，却还是没有狠下心来。他在酒馆大醉一场，军阀阿成终于现身，酒醉的柳白猿被他擒下。对于柳白猿的表现，阿成十分不满。他是保镖的徒弟，为了师徒情分，这才请柳白猿出手的。如今既然失败，柳白猿也就没了价值。阿成命令阿东挑断柳白猿的手筋，然后再将其扔进水中。柳白猿再次睁眼，眼前之人竟是阿东。阿东对柳白猿动了情，他只挑断了一半手筋，只要柳白猿不用力，就还有恢复的可能。阿东想要柳白猿留下，习武之人凭功夫说话，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，可柳白猿拉弓用肘，手不用力，是他多年的习惯。柳白猿赢了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几乎都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双喜。柳白猿告别阿东，回到了多年未回的故乡，可姐姐早已远嫁，没人知道去了何方。他就站在当初土堆旁，冲着侮辱姐姐的土财主射箭。土财主跑不掉，跪在地上拼命地磕头认错。柳白猿最终还是收手。我没有资格杀你，对于姐姐，我比你更恶劣。他回到寺庙，冲着自己的侄儿一拜，想要找回姐姐。而此时的城中，阿成已经亲自出手。他找到保镖师傅，自认武功已经青出玉兰，结果保镖当场给他上了一课，让阿成彻底明白了姜还是老的辣。保镖回到屋里，见阿花整天看着柳白猿的飞刀，他心里有了决定，想帮阿花把柳白猿找回来。保镖四处踢馆制造争端，可柳白猿早已不在这里，他如今四处流浪，邋遢的好似野人。直到某天，他突然明悟，自己已经做不回双喜，只能以柳白猿的身份继续生活。他弯弓搭箭，那个能射出四方箭的柳白猿回来了。保镖第一个登门拜访，询问他为什么回来。世上高手不多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少。我只想求一场比武。保镖道破他的想法，不就是想把阿花带走吗？等到保镖离去，老杨跟着阿花现身，另一边则是阿成跟阿东。阿成没打赢保镖师傅，便决定动用军阀的手段，大批手下手持火枪冲出。柳白猿赶忙去拿弓箭，不成想触发机关，水果店轰然爆炸。阿花刚想上前，却被阿成的手下打晕，砰砰2声枪响，老杨就此丧命。阿成正感慨自己赢了时，一根箭矢破空，正中他的胸口。保镖冲着老杨的尸体一鞠躬，他救下柳白猿。如今这番局面，他也没了野心，最后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跟柳白猿全力斗上一场。柳白猿双腿被炸毁，他高坐凳子上，向着冲来的保镖射箭。保镖晃动长枪，将箭矢打落在一旁。柳白猿箭矢射空，保镖也冲到近前，他拿起长弓对敌。保镖将长枪扔到一旁，选择赤手空拳进攻。
弓弦尽力之大，一旦松手，保镖必死无疑。柳白猿选择收手，保镖一声不吭地走了，阿花也跟着离去。他已经跟了保镖10年，跟着对方已经成了习惯。柳白猿回到练剑的地方，望着自己与阿东曾经相斗用的细剑，良久之后将其放到鹿角之上，此后再无柳白猿。